请进，袁记者，来来来，请坐。袁记者，刚才你在电话里说有些问题想要了解，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是这样的，张医生，我最近呢在做一个系列的专题，内容呢就是关于一些传染病病毒和变异的历史，还有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利用病毒来牟利的故事。这方面您是专家，所以我来找您请教一下。袁记者太客气了，请教是谈不上的，只要是我知道的，我一定会全部告诉你，争取让袁记者满意。那太感谢您了。一个老病人，估计可能是让我给开点药吧。那么袁记者，咱们从哪方面开始呢？啊，张医生，我想知道，在这个医药学和病毒学的发展过程中，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某一个机构，他们首先利用病毒的变异去感染人群，然后制造恐慌，之后又突然拿出解决这些病毒的特效药，从中呢来谋取巨大的利益。袁记者的这些想法我听说过，但是没有见过。那您听说的都是些什么呢？在国外啊，比如说像在非洲，会有这样一些贫穷的、落后的边缘小国，那里的统治者或者是反叛者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者是推翻某一个政权，可能采取过这样的一种手段来拉拢民心。而在西方呢，在一些大的国际制药公司当中，可能也会有这种流言出现过。可是现在，如果要是想生产出一种药品的话，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会有一套非常严格的检测和审查程序。你说的这种可能基本上不会出现。在历史上呢，也从来没有出现过爆发了一种病毒，马上就会有人能拿出一种特效的药，这种先例没有出现过。原来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经过证实是为了获取某种利益而故意去散播病毒的行为出现。在战争当中呢，某一方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可能会使用一些生化武器，这种情况可能会有。但是在历史上没有实例来证明这种行为确实发生过。而就算是在战争中，也基本上不会出现故意散播生化武器的行为，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会面临国际上非常严厉的制裁。通过袁旭和张医生的谈话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国外的地下市场中，确实有用生物科技谋取利益的现象存在。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也确实有过诸多这样的传闻。有消息称啊，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就有一家制药企业收买了某个生物实验室，并且创造出一种非致命，但是感染速度却非常快的病毒。他们将病毒在一个小镇当中扩散出去，短短3天时间，整个小镇的人全部都感染上了这种病毒。1周之后，以小镇为中心，病毒呈辐射状向外围扩散。10天之后，感染人数超过了10万。那么这一次，袁占霞所投放的病毒为什么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呢？还是说他还有着另外的企图呢？
喂，喂，是我。现在我说你听就可以了，但是脸上千万不要露出紧张的表情。哦，老李啊，有什么事情吗？我想你已经知道坐在你对面那个小伙子人的身份了吧？啊，我知道。他的真实目的就是要调查我们的行动计划，因为他好像已经掌握到了某种证据。哦，我知道了。那你现在准备用什么药呢？我要知道你们现在的谈话内容。这个药不太好准备啊。好，那我现在问，你只是用是与不是来回答我。好的，那你说，我看看情况再决定。你们现在是不是在聊一些关于病毒的话题？是的。他是不是正在问一些关于计划表象的问题？是的。你怎么回答的？我告诉他那些药的功效没有那么大，都是谣传。很好。那接下来你准备用什么药？给他提供一些表面上的例子，让他相信是有这种现象存在的。你的意思是要用猛药进行治疗？你不再考虑一下了吗？照我说的去做。还有，你需要查一下你们医院昨天门诊药房所有的出药记录，要以最快的时间搞到手。好吧，你放心吧。一个同行跟我讨论一个病例的用药问题。那今天就这样吧，张医生，我就不打扰你了。没关系，如果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好吧？好。哎，对，严局长，你稍等一下。张医生还有什么事情吗？是这样啊，我刚刚想起来啊，我有一个同学毕业以后呢，就移民到了国外，在一个国际的公益组织里面负责医疗的救援工作。据他所说呢，在非洲的某个落后的贫穷国家，曾经出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就是首先利用病毒制造恐慌，然后再用解药结束恐慌，树立形象，以求达到某种目的。确实是这样的，不过这已经是10几年以前的事儿了。您能具体跟我讲讲吗？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大概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国家突然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毒，人感染了以后就会全身的抽搐不止，最后全身的器官都会发生奇怪的病变，导致器官衰竭而死亡。那后来呢？后来整个国家就完全处在一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在这个时候，反政府武装的领导人突然拿出一种药剂，声称可以治疗这种怪病。后来在这个药剂的帮助下，这个国家的人们才逐渐的恢复了理智。当然了，这个反政府武装的领导人也很顺利的就登上了总统的宝座。也就是说，这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传播病毒行为存在的案例了。应该是吧，不过我这也都是听说，所以我明白，所以是真是假就无从考证了嘛。张医生，那这个同学的电话你还有吗？很不幸，我这个同学在一次救援的过程中去世了。哦，那行，那太感谢你了，这次就先不打扰了。不客气，也没帮上你什么忙，不好意思啊。已经很多了。行，那慢走。元旭，希望你这次不要让我失望。不过你放心，我也不会让你失望。真的是你吗？难道你真的没有死？可是，
将你做的事情你都做了。是的。很好。做完这件事以后，你就可以离开了。组织上准备派我去什么地方？目前还没有做最终决定，不过应该跟现在差不多吧。那就是说，还是要潜入医院做医生。可是我毕竟没有太多的做医生的经验，到这个医院刚刚来了3个月，时间上是不是有些仓促了？怎么？你在跟我讨价还价？我不敢，我只是想尽快的完成任务，能够早一点见到我的家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们了。放心吧，只要这一次组织可以出色的完成计划，你就可以功成身退，和你的家人去享受夏威夷的海滩还有阳光。只要他们平安就好。如果你平安，他们不就平安吗？不是吗？药房出药记录，明天之前务必给我。嘿，你有毛病啊！不知道我现在有被结石综合症啊？万一吓出个好歹来，你负得起责任吗？不是，就你还能被吓出个好歹，我怎么没发现呀？拜托你以后不要开这种无聊的玩笑，行吗？听什么呢？李东灿的录音有什么发现吗？6号病毒，6号病毒变异体传播病毒，推出特效药，谋取最大化利益，什么意思啊？从这个整体的录音来看呢，完美生物的目的就是这样的。而且这个郭小健、李东灿还有刘希宇，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受害者，他们明显是被完美生物给利用了。那利用的理由是什么？当然是研究本身呢。你像李东灿、郭小健，他们都是那种极其痴狂的人我是指对科学研究啊。所以呢，完美生物给出他们一个足以让他们动心的理由，他们就成为了被利用者。那完美生物给出的理由又是什么呢？一看你就没认真听这个录音。当然是研究病毒、克制病毒、造福人类啊。像李东灿他们这样的人来说，给他们一个这样的理由，就足以让他们动心了。而且从最初的情况来看，完美生物还有那个实验室的总监，也确实是向着这个方向进行的。那个录音里面有没有提到李东灿和刘希宇是怎么感染病毒的？根据李东灿自己分析，他得的是一种叫做5号的病毒。但是呢，这个5号病毒因为当时有缺陷，就被公司的高层给禁止了。然而，这个实验室的总监却对这个5号病毒有着很大的兴趣。李东灿分析，他自己之所以中毒，就是因为这个实验室的总监搞的鬼，目的就是为了迫使他自己去研究出这个5号病毒的解药。可是李东灿在跳楼之后，不是已经得到有效的药品了吗？而且我记得这录音里面还提到过，郭小健不是也已经研制出治疗6号病毒的方法和解药了吗？从某种意义上讲呢，这个李东灿吃的那种药品只能是控制，并不能根治。
而且郭小健研制的6号药品的解药，也只能是控制病情、延缓时间而已。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5号还是6号病毒，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彻底解决的办法？从李东灿给出的录音来看，确实是这样。要是这样的话，我还暂时可以放心一会儿。怎么讲？你想啊，如果这个所谓的完美生物，他们是靠推广治疗病毒的特效药而谋取利益的话，那么在他们没有研制出彻底解决病毒的方法以及药品的时候，是不可能将这种病毒扩散的。这样不就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你这么讲，好像也有点道理呀。什么叫有点道理？简直是非常的有道理。不过童心，我总觉得今天给我们送快递的这个人非常的可疑。实验室吗？我是袁占霞。7号产品研究的怎么样了？好，我知道了，你们抓紧时间。还有，6号产品的解决方法，还有6加产品究竟是怎样如何产生变异的，还要抓紧研究。至于7号产品的解决方法，暂时不要研究了。这件事我会和上层交代的。你们现在首先要抓紧解决的是我刚才所说的，听明白了吗？好，就这样。明天我一定要得到7号产品的研究结果，不能耽误。元旭，事情变得越来越好玩了，你准备好了吗，我的孩子？你怎么看着谁都可疑啊？你也太紧张了吧！给你那快递你看了吗？还没呢。那你先看看再做判断也不迟啊。又是关于完美生物的。你知道是谁寄给你的吗？不知道。会不会还是李东灿他们啊？应该不会吧？如果是李东灿的话，为什么不和录音一起寄来啊？这不是多此一举吗？从这个资料来看，完美生物确实是想投放病毒，然后从中牟利。可是到底是谁给我寄的这份快递呢？他的目的又是什么？给我寄快递的这个人为什么不把快递直接寄到相关的职能部门呢？这样不更简单吗？他们想让你拆穿完美生物的阴谋诡计呗。咦，元旭，我怎么觉得你又要出名了呢？哎呀，我怎么觉得我好像被人陷害了呢？你也想太多了吧？你不会也中毒了吧？怎么跟有被害妄想症似的？不对，还记得咱们去医院的时候，有个人差点撞到你吗？嗯，我当时就觉得这个送快递的人跟这个在医院撞到你的人两个人非常像，很可能是一个人。也许是巧合吧。巧合？可是在之前那个快递员我肯定在哪儿见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给我送快递肯定有别的目的。我想起来了，咱们在医院里见到过这个人2次。哎呀，没准真是巧合呢。童心，
一天之内在医院里面见到同一个人2次，这并不奇怪。但是在一天之内在医院里面遇见同一个人2次，而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人又更换了2套衣服，这就很奇怪了。没准人家衣服脏了呢。可是你记不记得当时这个人说他们家里有病人，情况非常紧急，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心情去换衣服，你不觉得很可疑吗？那你的意思是？这绝对不是个巧合。这个是啊，您是袁旭吗？啊，你好，我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签到这里。稍等一下，你还有什么事儿吗？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您认错人了。那这个人的目的是什么呀？童信，你现在马上去联系一下蓝天，让他帮我调查一下这家公司的人事档案，看看这个所谓的快递员到底存不存在。我倒要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哦。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张医生居然被袁占霞操纵着。在袁占霞的命令下，张医生盗取着医院的研究资料，而他的这种行为很可能会造成极其可怕的后果。2001年10月，911恐怖袭击发生约1个月后，美国国会和一些新闻机构接连收到了装有炭疽粉末的信件，造成5人死亡，17人受伤。联邦调查局2008年得出的调查结论认为，研究人员前陆军科学家布鲁斯·艾文斯独自寄出了炭疽邮件。2008年7月29号，在检察官准备以谋杀罪名起诉他前，艾文斯自杀身亡。但是2011年，美国全国研究委员会公布调查报告说，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他就是病毒袭击案的真凶。至今，此事还在调查当中。那么，美国炭疽邮件案真凶难觅，那这位张医生，他也能够侥幸地逃脱法网吗？我是袁占霞。哎，老板，资料已经拿到手了。好，很好。记住，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被别人发现你的蛛丝马迹，我会抽空去拿，你自己注意安全。袁老师，下班了，我先走了啊。好，拜拜。拜拜。喂，啊，蓝天哥。哎，蓝天你太牛了！行，我马上让他查看啊。啊，没事儿，就是调查一些事情。哎，以后肯定会告诉你的。先这样啊。嗯。蓝天把那个快递公司的人事档案发到你邮箱里了。好的。
让你久等了。没关系。什么时候从国外回来？有几天了。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一声？为了保障安全。不愧是我教出来的学生。老师，您真的要这么做吗？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我。可是，没有什么可是。这次回来，你不就是为了帮助我的吗？我怕完美生物知道了你的真正计划之后，会对你不利。你放心，我会小心的，而且我已经做好了周密的安排。老师，那现在需要我做什么？给这个人制造一些麻烦。他是电视台的记者，叫袁旭。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一了百了？不行，因为他是我的养子。怎么样？还觉得我有被害妄想症吗？真的没有这个人啊？那这个人他究竟想干什么呀？我们现在呢，只需要搞清楚他到医院做什么，就自然而然就明白了。可是咱们没有他的一点线索呀。所以呢，我们就要找到一个关键的切入点。说的容易，怎么找啊？想啊，难道你的脑子是用来出气儿的呀？这个人首先出现在医院，然后又被我们撞见2次，之后又假设快递员送来完美生物的资料，到底想做什么呢？医院，快递员，医院，快递员，不行，明天还得去趟医院。你要我怎么做？第一，不要伤害；第二，制造一些让他感兴趣的新闻，转移他的注意力。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意思。明白了。还有，市医院有个姓张的医生，是个传染病专家，也是我们的人。不过我总觉得这个人起伏不定，你也要随时给我盯好这个人。明白。这次计划完成以后，你就可以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了。我永远都是你的学生和追随者。年轻人，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计划完成之后，我也想休息一阵了。好，没什么事了，你回去吧。记住，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要联系我。好。我是袁占霞。7号产品的样品研究的结果出来了吗？什么时候送到我办公室？你们要抓紧时间。另外，6号产品从医院采集回来的样本，分析结果出来了吗？好的，我知道了，我会尽快把药品记录给你们送过去的。时间不多了。快递员，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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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到底有什么联系呢？这还在想着医院跟快递员之间的联系呢？
哎呦，这可真难坏咱们袁大记者了。行了，别想了，到时候把脑子烧坏了，变弱智了可不好了。元旭医院、快递员、传媒生物元旭医院。杀了我吧！哎，乐意为您效劳。行了，你不是还说要去医院吗？再不去，人家该午休了。对呀，我还得去医院呢。你还真魔怔了。你等会儿，我还有事儿跟你说呢。什么事儿？赶紧说，别磨叽。警方联系我了。什么事儿？就是关于那份录音的事儿啊。警方说，因为不能确定录音内容的真实性，所以将录音交给了相关的职能部门。而职能部门反馈回来的内容又说，因为完美生物经营不善，已经倒闭了，所以判断这个录音的内容是假的。好，我知道了。先不管那些了，我得去医院。烧坏了吧？请进。袁总，这是7号产品的样品。功效怎么样？通过空气传播，传播性和感染性非常强。如果感染者在1个小时之内遇见50个人，感染率是100%。这么说，感染的频率可以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是的。致命性呢？感染者如果在72小时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死亡率也是100%。感染后的病变是什么症状？经过动物实验研究表明，感染后16个小时将会出现妄想症现象，感染后24个小时，患者将会出现歇斯底里的表现，而且脑部开始充血并破碎，脑部神经元开始病变。60个小时，他将会出现无法想象的暴力行为，而且全身的器官开始衰竭。72小时后，感染者死亡。很好。7号产品有没有做过人体实验？目前为止还没有。我知道了。袁总，这7号产品的解决方案还没有出来。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暂停研究7号产品解决方案计划，主要研究6号产品和6家变异体。可是，如果上面怪罪下来，没有可是，上边怪罪下来我顶着，按我说的做，做好你自己的工作。明白。可以出去，这里没有你事。
老张，我一会儿去你那儿取资料，给我准备好了啊。你谁啊？这里是监控室，闲人免进，你不知道吗？哥们，别那么紧张嘛，我是电视台记者，我叫袁旭，你在电视里没见过我吗？哦，我想起来了，你是那个第三视角的记者。是，想起来了吧？那您来是？哦，没什么，我最近做一期关于医闹的节目，想在咱这监控上随便拷点监控录像当素材用。随便什么都行。这个我们这儿有规定啊，不可能随便给你拷。哦，没关系，这个你放心。我来之前呢，都跟咱李院长说好了，你要不信呢，可以打电话问他。啊，哎，不过你要是这样的话，就是质疑领导的决定，这后果嘛……那你这么大一个记者，不能糊弄我这小保安是吧？哎，那肯定的。那就考吧。不错啊，有前途。我跟李院长说说，回头升你当保安队长肯定没问题。啊，那袁记者多多美言，多多美言。那要考什么？你就随便考点咱这2天医院走廊的这个录像，带人的就行，随便什么都可以，我不挑。啊，没问题。给你看一下啊。老师，你怎么来了？刚才那个袁旭进了监控室，不知道做什么。就这些素材可以多要一点。哥们儿，这一块是什么地方啊？这儿啊，这就是我们监控室右边1拐弯的地方。哦，那行，哥们儿，你先帮我考着，我出去一趟，越多越好啊。哎，好，没问题。老师，您这是？你呀你，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我们应该是暴露了。为什么？难道你刚才没有发现你站的位置头顶上有个摄像头吗？袁旭去了监控室，不知道做什么。不过以他的头脑，他发现你以后肯定会起疑心的。老师，有这么严重吗？我的儿子，我非常了解的。好，跟我玩捉迷藏呢啊！对不起，老师，是我疏忽了。这也不能完全怪你，怪就怪我的儿子太像我了。这样吧，这些天你暂时蛰伏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不要轻举妄动。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不是我不给你机会，是袁旭的能力太强，我们的计划不能有任何的疏漏。老师，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你暂时离开这儿，记住，如果碰到袁旭，不要有任何接触，离得越远越好。
哎，袁记者，你来的正好，我都考完了。行，谢谢。不客气。哎，袁记者，您看什么呢？哦，没事，就随便看一下，挺新鲜的。哈哈，我们这儿设备啊都是外国进口的，很先进的。哦，好，知道了，谢了啊，哥们。哎，不客气。哎，袁记者，别忘了跟李院长打个招呼啊。哎，先生，稍等一下。先生，你别走那么急嘛。先生，啊！小子有两手啊。哎呀！哎呦，不行！还得让张医生给我开点药。此时，在袁占侠手中已经拥有了具备超级感染率的致命病毒，而且这种病毒一旦投放，势必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我们知道，其实病毒引发的不仅仅是死亡，还有更大的一连串的巨大的恐慌。2013年3月26号，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医学院曾经发表声明说，1小瓶可导致出血热的致命病毒从加尔维斯顿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不翼而飞了。瓶子里装的是一种名为瓜纳里多的病毒，而这种病毒曾经在委内瑞拉爆发过，死亡率高达20%。此消息一出，美国政府和民众人心惶惶，药店当中的口罩成为了紧俏货，甚至一度脱销。美国政府更是怀疑病毒是被恐怖组织所盗，目的就是要在美国民众之间扩散这种病毒。不过，最终的调查结果表明，病毒并没有失窃，它只是被实验室里的保洁人员当作清洁剂和卫生用品放在了一起。但是这次事件却使得短时间内人人自危，差点造成整个美国的瘫痪。那么这一次疯狂的袁占侠要做什么呢？我们的2位记者又会面临怎样的危机？所有的出药记录都在里面了。很好，这个医院你待不下去了。那个记者已经开始怀疑这家医院了，迟早会回到你身上，而且他现在就在医院。啊？那我要怎么做？经过动物实验研究表明，感染后16个小时将会出现妄想症现象，感染后24个小时，患者将会出现歇斯底里的表现，而且脑部开始充血并破碎，脑部神经元开始病变。60个小时，他将会出现无法想象的暴力行为。7号产品有没有做过人体实验？目前为止还没有。我知道了，把这里收拾一下，跟我回基地。这样也好。张医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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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袁旭，你在吗？哦啊，来了。超级病毒威力极其巨大，72小时之内感染者必死无疑。
这种病毒在无数的科幻电影当中是极为常见的，它快速扩散，瞬间造成伤亡，最终的结果就是造成人类大面积死亡，甚至灭亡。在著名的美国影片《12只猴子》中，就最形象、最生动地描述了这一幕。1996年，一个名为12只猴子的组织在美国的费城释放了一种病毒，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并且造成了50亿人的死亡。而最后，幸存的少数人类只能将自己封闭在地下的一个完全隔离的环境中，根本不敢外出。这部电影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那么，袁占侠的阴谋是否也将造成这种恶果呢？袁旭和童心又该怎么样来阻止他的疯狂举动呢？袁记者，张医生，你这大白天的锁什么门啊？没什么，这不刚才在电话里跟老婆吵了一架，这不是家丑不可外扬吗？哎，来，你这边请。哎，袁记者，你这是啊，刚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不找您来给我开点药吗？你这个好像应该看外科的大夫吧？嗨，这所有医生不都一样吗？再说了，我伤的又不严重，您就随便给我开点红花油之类就行。还有，咱们关系不是比较熟吗？也是啊。行，那我给你看，来，你坐，你坐。哎呀，谢谢。我现在给你看。哎，张医生，您是不是生病了呀？怎么满头大汗，那手还一直抖啊？我确实是有点感冒。哎呦，那你这病得赶紧治啊！你说您要是万一倒下了，怎么服务大众啊？也是啊。张医生，还说不是金屋藏娇？明白。好嘞，那谢谢你啊，张医生，我先不打扰了。行，那您先忙哈。哎，行，你慢走。好嘞。这个是市医院当天出药的所有记录，用最快的速度查出来6号产品和什么样的药品产生了反应而失去了作用。另外，准备，今天晚上7号产品做人体试验。好的。袁旭啊，还真期待与你见面的时刻。张医生，今天晚上9点到我基地来一趟。老实点儿！怎么着，哥们儿，太不够意思了吧？我只不过想跟你聊聊，你这上来就跟我过手啊！
你是谁？我不是谁，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你跟踪我，不认识我你上来就摔我啊！你现在不是没事了吗？当然，我本来就没事儿，那都是我装的。说，到底是谁？干嘛要跟踪我？我说过了，只不过是误会。误会？那这也太巧了吧！好，不说是吧？有骨气。放开我！哟，还是一非洲朋友啊！你知道就好。怎么着？来我们国家要打听国家机密是吗？无聊。有聊无聊不是你说了算。看什么看？老师？你一非洲人还有一中国老师？不说是吧？那看来我得让你这个老师来救你了。喂，我不是说过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要跟我联系吗？难道真的是他？这分明就是他的声音啊！可是现在不是已经有重要的事情了吗？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学生现在已经被我给控制了。这个非洲人鬼鬼祟祟的，还跟踪我，意图谋杀中国记者，所以我准备把他交给公安机关处理。这位先生，你好像找错人了吧？我没有什么非洲学生。是吗？那他的电话里怎么会有你的号码？或许一开始存电话号码的时候就记错了吧？这个也不是没有可能。记错了？那可真是太巧了。既然这样的话，那没办法了，我就把这个非洲人交给公安机关了。再见。等等，你到底是谁？那你又是谁？无可奉告。看来你的身份很见不得光啊。不过我跟你不一样，告诉你，记住了，我叫袁旭。另外，我有一个养父叫袁占霞。袁先生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不过，我对你的家人是谁并不感兴趣。没关系，你早晚都会感兴趣的。那么你准备让我怎么处理你这个非洲学生呢？如果袁先生可以网开一面的话，我想我不介意和你见上一面。你有这个胆量吗？哼，我这个人最不缺的就是胆量。好，时间、地点，你拿着这部电话，到时候我会通知你。这位先生，我还有一个事情要告诉你，我的养父从来都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记下了。不过，希望见到我之后，不会让你失望。另外，麻烦你跟我的学生说一下，让他到老地方来找我。我相信袁先生不会做出鬼鬼祟祟的事情吧？你怎么知道我不会跟踪你？我可能比较了解你。想不到我们用这种方式这么快的就见面了。你可以走了，不过我可警告你，在中国的地方上最好不要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还有，你的这部电话我给征用了，另外你的老师让你到老地方见。
真的会是他吗？可是他明明已经死了呀！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说他的到来就是要帮助完美生物完成这一系列的阴谋吗？要真的是他，我到底该怎么办？不会的，这一切只是巧合，绝对的巧合。我不相信当年那个一身正义，为了战争中的人们做着不懈努力和斗争的人，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元旭，想不到我们最终要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你准备好了吗？当你知道所有真相的时候，希望你不要怪我。要怪，就只能怪当初我被抓走之后看到的所有一切，听到的一切。对于战争，对于我曾经所付出的努力，我感到深深的不值得。你能想到，当你知道自己付出的所有，只是为了某些人的贪婪和欲望更快的加速达成之后，你的内心将会受到怎样的煎熬？全都是谎言。这个世界上能够忠诚的对象只有自己。警戒！李闯，你千里迢迢到我这儿来，就是给我添麻烦的吧？老师，我错了。你错了。你没有错，是我错了。教出你这样的学生来，你知道为了这个计划，我付出多少吗？我隐忍了10年。你知道这10年我是怎么度过的吗？老师，请你不要生气，我愿意为我的错误做出一切补偿。补偿？你怎么补偿？你知道把你制服的这个人是谁吗？你知道他有多大的能量？你收拾收拾，离开这里。老师，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让你离开这里，并不是不给你机会。这个是我们研制的7号病毒，你把它拿到另外一个城市，我们的3号基地，等待我的消息。我一旦发出命令，你就找到人流量最多的地方，把它释放出去，做好牺牲一切的准备了。另外，今晚再帮我办件事，做完这件事以后，你就可以走了。
回来了。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今天跟照片上那个人通话了，他答应我要和我见面。照片上那个人，谁啊？你是说照片里边跟李东灿在一块儿坐在那中间的实验室的总监？你怎么和他联系上的？袁总，这位是？哦，这位是我的学生李闯，从国外回来帮助我的。啊，幸会。幸会。张医生，哎，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好，袁总有事您先忙。开门！开门！给我开门！李闯，我再问你一遍，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是我教过学生里边最优秀的，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明白。去吧。结束了，一切都要结束了。空气传播，一旦接触，快速死亡。眼前的一幕不禁让我联想到了电影《勇闯夺命岛》当中的一个桥段：一伙原海军陆战队士兵盗取病毒，企图要挟政府，但在盗取时，其中一个人却突然失误，不小心打破了病毒。瞬间，实验室内充满了绿色的神经毒素，而其他人见状立即奔出，并锁住了实验室的门。在门关上的一刹那，最后被锁在房内的人拼命地敲打着房门，但是很快便痛苦地死去。虽然这一幕只是出现在了电影当中，但是病毒的快速反应依然令我们无比惊讶。那么拥有着如此恐怖病毒的袁占侠，他的下一步将要如何进行呢？照这么说的话，这个人是不是你的养父？很快就要见分晓了呀。哎呀，既然都快要见面了，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啊。哎呀，袁老师，别多想了，都会好的啊。但愿吧。
袁总，有2件事儿。有什么就说吧。是这样的，关于6号产品在医院发生泄漏，并没有发生反应的原因，根据您提供的医院出药记录，我们已经基本找到了答案。说说看。是这样的，从医院泄露的6号产品当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名为生物烷化剂的药剂样本。生物烷化剂？那么为什么这个生物烷化剂能导致6号产品的失效呢？生物烷化剂是一种抗肿瘤的药剂，实验表明，生物烷化剂与6号产品融合之后，形成碳正离子或其他具有活泼性亲电性基团的化合物，进而与6号产品细胞中的 DNA、RNA 产生共价结合，最终导致了6号产品细胞群丧失活性， DNA 分子发生断裂，从而进一步导致了6号产品细胞的最终死亡。这么说，通过这个生物烷化剂，可以研制出6号产品病毒症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目前第一份治疗6号感染症药品已经生产出来了，经过动物实验，非常理想。很好。你不是说有2件事情吗？这是第1件，第2件事呢？第2件，有什么事情就赶紧说，不要吞吞吐吐的。不知道我的时间很紧迫吗？是这样的，7号产品的实验体出现问题了。有这么快？你不是说16小时以后才能出现反应吗？问题不是出现在产品身上，而是出现在人身上。怎么回事？说具体一点。袁总，我想您还是亲自去看一下吧。怎么样了？根据监控录像表明，张医生可能知道自己感染了病毒，所以受到了刺激，一时想不开就……你确定不是病毒引起的某种精神病变吗？根据提取的脑部组织和病理检验结果来看，并没有发生病变。张医生的确是在自主意识清醒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那张医生死了以后，7号病毒就随之消失了。是的，7号产品必须寄宿在鲜活的宿主体内。如果宿主消失了生命体征，那么7号产品也随之一起死亡。这是我们目前控制7号产品传播的唯一方法。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如果7号产品发生了泄漏，有人感染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杀死那个人，才可以控制7号产品的传播。6号病毒的变异体研究怎么样了？经过初步的实验表明，6号产品之所以发生了变异，是与流行于体内抑制6号产品的药品发生了反应。6号产品在被压制的情况下，强迫自身进行了细胞的分裂和变异。抑制6号产品的药品成分研究出来了吗？已经分析的差不多了。好，抓紧时间。张医生的尸体如果有价值，继续研究；如果没有的话，找个妥善的地方把它处理掉。明白。你电话响了？没有。再说我的手机铃声也不是这样的呀。我这也不是这样的。
喂，怎么了？没说话，挂了。这是幕后操纵者，因为只有他会打这个电话。那这个手机你闯的？我想我不介意和你见上一面。好，时间、地点。你拿着这部电话，到时候我会通知你。所以他打这个电话来不是找李爽，而是找我。我是袁占强。袁总，我是百合。好，百合小姐，你好。王总要我给你打电话，问一下关于产品进度的问题。是这样，请你转告王总，6号产品解决方案已经出来了，治疗药品也已经研制出来了。这样的话，我们就按照方案进行下一步计划了。是的。好，我会把这个结果汇报给王总的。另外，关于7号产品的解决方案进行的如何了？7号产品目前还没有任何进展。希望袁总能够抓紧时间。百合小姐，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我们这里是科学研究，是进入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不断的探索和总结。时间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越多越好，所以我没有办法抓紧，我也没有办法确定7号产品解决方案的具体时间。王总会对这样的答案很不满意的。我没有办法。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我们可能会考虑换一个人来跟进这个项目。何小姐，你是在威胁我是吗？随你怎么看吧，我会把你的话如实转告给王总。悉听尊便。好，希望你不会后悔。我袁占侠做事从来不后悔。6号产品感染症的治疗药物要加大量，另外扩大7号产品的产量。明早之前，我至少需要1000毫升的7号产品。现在怎么办？现在主动权不在咱们手里，所以只能被他牵着鼻子走。所以，咱们要尽可能的搜集线索，夺回主动权。第一，既然他要找我们，肯定还会打这个电话的。咱们现在只需要把这个手机保管好，然后等着他打过来。第二，这是什么呀？这是昨天我从医院的监控室调取的监控录像。你想从里边找到什么呀？你还记不记得之前给我们送快递那个人？我想知道那个人在医院里到底都做了些什么。我能帮上什么忙吗？你先帮我查查完美生物的详细资料，以及是怎么倒闭的，还有他的法人是谁，越详细越好。明白。你好，王总。对，我现在在去基地的路上。您放心，我会监视袁占侠的一举一动。
知道这姑娘有问题。发现什么了？来，你看，这儿就是那个撞我们的人，还有印象吗？啊，我记得他。当时他正在往外走。很正常的呀。别着急，几分钟之前，你看这里，他和另一个病人发生相撞之后呢，他手中一个类似保温杯的东西掉了。这有什么？你注意看啊，在保温杯中又掉出了一个东西，看见了吗？好像是一个试管。之后，这个病人手中的输液瓶也掉在了地上，而且砸在了这个试管。这太模糊了，不能确定就是试管呀。而在这之前，这个人接到了一个电话，也就是说，这个人本来是要在医院做一些事情的，可是接到电话临时有变，然后就匆匆的返回。而在返回的过程中，不小心将保温杯和试管掉在了地上。你再看，这个人在撞到我们之后匆匆离开了。可是当我们采访结束之后，这个人换了身衣服又回来了。之后他来到了刚才和病人发生碰撞的地方。哎，然后你看，哎，他好像在采集什么标本。不是好像，如果我分析的没错的话，这个人第一次来应该是把某种液体洒到了地上，然后第二次又回来，是又来采集什么样本来了。那确实很奇怪啊，他撒掉的液体是什么呀？为什么还得专门回来采集样本呢？而在他采集完样本的第二天，他就来给我送来了完美生物的资料。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不知道。咱们现在只有弄清楚他在医院都做了什么之后，才能分析出他的目的。另外，我还发现那个实验室的总监也先后2次出入张医生的诊室，不知道是做什么。看来我还得去一趟医院，问一问张医生，那个总监究竟跟他说过什么。你不会是怀疑张医生跟这件事有关系吧？哎呀，问问清楚总不是坏事啊。你继续查资料吧，我先走了。请进。袁总，这是6号产品感染症的解决药品。很好。7号产品怎么样了？还差200毫升就达到您的要求了。你可以出去了，这里没你事。好的。百合小姐，百合小姐突然造访，是不是集团又有什么新任务？集团对您的工作能力还是很认可的，不过为了集团的利益，也为了让您能够加快进度，所以集团派我来协助您的工作。从今天起，我就是您的秘书了。怎么，袁总？您这是对我不满意，还是对集团的决定不满意呢？我要说2个都不满意呢。您真会开玩笑。百合小姐，与其说你是来协助我工作，还不如直说是派你来监视我。袁总，您真的想多了，我是来协助您工作的。那就好，这人啊，一定要有自知之明。
这个是6号产品感染症的解药。跟集团说一下，计划可以实施。疗效怎么样？应该没问题吧？辛苦袁总了，您稍等，我打个电话。喂，王总，6号产品的感染症解决药物已经生产出来了，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了。我明白，只不过7号产品的解决方案，我不确定什么时候可以有结果。好，我知道，我会加快进度的。那个袁振霞，我们应该怎么办？好。汇报完了。王总很满意。难道只有满意吗？是这样的，袁总，刚刚王总跟我说了一些事情，想让我跟您商量一下。既然围绕着6号产品的关键环节都已经打通，所以集团决定想让袁总去我们外部基地主持工作。一来是您的能力过人，二来是想让袁总帮我们调整一下外部基地的工作方式。不知道您的意思是？这么快就要过河拆桥？7号产品就不着急解决了吗？着急。不过就像您说的，这是一项全新的科学实验，欲速则不达，所以我就没有用了，把我一脚踢开，对吧？希望您不要为难我。我不会为难百合小姐。我想知道，接下来的工作由谁来替代？集团暂时决定由我来替代。果然不出我所料。这是前段时间实验室研究出的成果和报告，我已经给百合小姐准备出来了。这么说，您是服从集团的安排了？我辞职。袁总，您真的千万不要多想，这只是正常的人事调动而已。高层还是很看重您的工作能力的。我老了，也干不动了。而且我早就想休息休息了。好的，袁总，我会把您的意思转告给集团的。至此，整起事件进入了高潮，袁振霞的计划将要一一展开。在这儿呢，我想告诉大家，其实随着各国对于生化研究管理强度的增加，这种事件在现实世界中根本是不会发生的。在美国，生物实验室的安全级别被划分为4级，其中级别最高的称为最高限制性生物安全级别。在这个级别的实验室中，仅安全守则条例就多达500多条。除此之外，这个实验室还配备了全世界最高端的安全设备，以及众多的安保人员。进出实验室的相关人员呢，都要接受包括视网膜扫描等一系列的安全检查。而在中国则更为严格，完全能够确保百密而无一疏。当然，故事就是故事。此时此刻，在我们的故事中，
整个城市的上千万居民却面临着一场巨大的灾难。你怎么去了那么久啊？怎么了？不顺利吗？张医生失踪了。什么？我说张医生失踪了。那你问过他家人了没有？我专门去了一趟他家，还有他可以去的所有地方，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他去哪儿了。会不会是和完美生物有关呢？不知道。可是你不是说那个实验室的总监去找过张医生2次吗？可是这也证明不了什么呀。不过，我今天去医院打听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之前张医生一个人去过一趟资料室，到那儿拷贝过一份门诊药房出药的记录。时间是什么时候？就在咱们采访完张医生的第2天。对了，同学，完美生物那边有什么发现吗？从明面上看，这个完美生物确实是倒闭了。但是我去找了一趟蓝天哥，让蓝天哥帮我在网上深挖了一下这个完美生物的资料，结果发现有一家在国外注册的叫做环亚集团的企业，跟完美生物有很大的联系。现在看来事情越来越复杂了。我总觉得这个张医生去资料室的行为跟什么有联系。行，那你慢慢想吧，我去眯一会儿。严总，您来吧。怎么样了？马上就好了。 6号的解药研制怎么样了？已经送到您指定的地点了。好啊，辛苦了。没事。袁总，您这是？没关系，这只是镇定剂，过一会儿。 此时此刻，袁战侠手中的病毒已经成为了一种生化武器。生化武器其实就是细菌武器，它以细菌、病毒、毒素等使人、动物、植物致病或死亡的物质材料制成武器，具备大规模杀伤，至今仍然对人类构成重大的威胁。在第1次世界大战中，参战国共生产了约18万吨的生化武器。 其中11.3万吨被用于战场，约有130万交战人员被杀伤。因化学武器战恐惧症而失去了作战能力的人员近260万，而其中死于生化武器的平民更是不计其数了。至此，大家可以清晰地了解生化武器的可怕。这种恐怖的病毒一旦落入了一个狂人的手中，其后果简直就是无法想象。 对了，我怎么没想到呢？袁旭，袁旭，我可能有新的线索了。你喊什么呀？我又不是7老80了。哎呀，
元旭，你听我跟你说啊。说什么呀？听着呢。我有一种假设啊，如果说我们得到的关于完美生物的资料都是真实可靠的话，那我们在监控中看到这个奇怪的快递员第一次到医院的时候，我们假设他是来散播病毒的，那么这就应该是完美生物的第一步行动。而之后，这个人又接了一个电话，要取消行动。可在他离开的时候发生了碰撞，那个装有病毒的试管掉在地上破碎了。这不都明摆着的吗？你别着急啊，哎，按常理来说啊，这个装有病毒的试管既然是掉在地上破碎了，那应该很快就会传染扩散。可是当时咱们在医院采访了将近有2个小时，采访结束之后，我们又遇见了那个快递员。那么你想一想，这个时候他又回来的目的是什么？你的意思是说，病毒并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所以啊，这个人这次回来，在病毒破碎的地方采集了样本。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啊，为什么这个病毒会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呢？为什么？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和那个快递员相撞的那个病人？当时他的手里就拿着一个装满了药物的输药瓶，但是在碰撞之后，这个输药瓶掉在了地上，和药物混合在了一起。那你的意思是说，病毒之所以没有产生效果，是和输液瓶里的药物发生了反应？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之后呢，我就联想到了张医生。和张医生有什么关系啊？在监控里边，我们看到这个实验室的总监和张医生有过2次接触，而后来张医生又去过那个门诊药房的资料室。如果你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最关心的是什么？当然是病毒和什么药品发生了反应，导致这个病毒失效。也就是说，这个张医生的失踪一定和完美生物有关系，而这个快递员也肯定和完美生物有关系。可是童心，有一点说不通啊。既然这个快递员是完美生物的人，那他干嘛把这个计划告诉我们呢？2种可能啊：1. 良心发现；2. 混淆视听。童心，我只想对你说3个字儿。什么？我爱你。滚！好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你可以说话了。你好，袁记者。有事吗？我觉得我们之间缺乏一种沟通。你想说什么？袁记者，我觉得有些事情你要看开一些，这样对大家都好。不可能，我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在操纵。通宇的死，完美生物所有的事儿都是你做的，而且我也知道你的整个计划。我告诉你，不会让你的计划得逞。很好，很好，袁记者，我看你今天心情很好。这样吧，我们改天再聊。等等，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请讲。你为什么要骗我？你根本就没有死，而且你也很清楚，我知道你是谁。是该见面的时候了。明天早上9点，青年2路花园。记住，就你一个人。喂，喂。元旭，兰迪哥查过了，这个号码的所有信息都是假的，没用的。怎么了？都说什么了？刚才？哦，没什么。我跟他约好了，明天见面。
什么？你要去跟这个终极大 boss 见面啊？那这太危险了，我跟你一起去吧。不用了，你留在家里看家吧，我自己去就行。那好了，就这么定了。一群饭桶！集团每年投入这么大量的资金养着你们，就是让你来当饭桶的吗？百合小姐，你也别太生气了，这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我也是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被袁总下的黑手啊。毫无征兆？你跟我说毫无征兆？我昨天有没有提醒你？我让你小心袁振霞这个人。现在好了，人跑了，实验室也毁了，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你知道集团要损失多少吗？我问你，所有的7号产品一点儿都没了吗？其实7号产品的解决方案一直都在停止当中。什么？你是说7号产品的解决方案一直都没有进行是吗？当时袁总已经说向集团汇报过了，而且还说有什么事儿他盯着。他担着？他现在拿着所有的7号产品消失了，他拿什么担着？百合小姐，你也别太生气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到解决方法呀。好，你现在马上通知实验室的相关人员开会，我要你全力恢复7号产品的生产。行了，出去吧。喂，王总，基地发生重大事件。哎，袁旭，怎么样了？人还没来。哦，那你别着急啊，再等会儿，你注意安全啊。知道了。哦，有人敲门，应该是那宽带公司的吧？咱们家网络出问题了，我昨天给他们打电话了。那我先去开门吧。那咱们保持电话通话啊。行，那我先去开门啊。啊，来了。你是？你好，龚小姐，我是袁占霞。你是袁占霞？袁旭的养父。
高兴认识你。陈小姐，我是来做客的，不是来抢劫的，你不要那么急。怎么？我有那么可怕吗？不欢迎我进去吗？欢迎啊，进来吧。难道你真的不怕我吗？你不是死了吗？唉，说来话长啊。你想干什么？别害怕，童小姐，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是为了你我的安全，我逼不得已才做此举动。请你相信我，我没有恶意要害你。是该见面了。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哎，这死丫头还说关心我，电话都不接，肯定又睡迷糊了。回去怎么收拾你？哎呀，看来这人呐，能忠诚的还只有自己，别人谁的话都不能信。等等，我怎么和老坏蛋说一样的话呀？清醒点，清醒点啊！清醒点，清醒点，清醒点。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又不接电话，死丫头，5分钟之内不回电话，你就死定了。哎，不好意思啊，我光发短信没看见，没事吧？
没事儿，下次注意点。啊，一定一定。哎，怎么是你？什么？怎么是我？你认识我吗？啊，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哎，你真的不用去医院吗？进。百合小姐有什么吩咐？这个人，你认识吗？认识。他是谁？是电视台第三视角的新闻记者，很有名气。他来过实验室吗？他跟袁振霞是什么关系？不知道。名字你总知道吧？袁旭。好，没事了，出去吧。袁旭、袁振霞，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呢？这死丫头，口口声声说关心我，害我进去不收拾你。终于该见面了。还说关心我呢，睡觉也叫关心啊？哎呦，还算你有良心啊，知道没吃早饭。不过这也太奢侈了呗，咱这个月零花钱可得少花点啊。味道不错。哎，我跟你说话呢，你要睡觉回屋睡去，别再着凉了。来来，不回去算了，赶紧过来一块儿吃啊！这些都是你小时候爱吃的，不知道长大了以后口味变没。元旭，在我面前最好不要搞小动作。看看那位童小姐，她的情况可不容乐观。我们知道，恐怖袭击一般都具备明显的政治诉求或某种具体的要求和主张，比如说美国的911袭击事件，再比如说中东的人体炸弹。这些恐怖分子的诉求和目的都极其的清晰。那么这位袁振霞，他做这一切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这场灾难呢？让我们一起继续往下看。真的是你？是我。你不是已经……你是不是想说，我是不是已经死了，对吗？假象，一切都是假象。在这个世界上，不论战争还是和平，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充满了假象。难道你做了这么多年记者，一点感悟都没有？好久不见。你把他怎么了？你不用担心，我只是要求童小姐暂时安静一下，给我们父子俩一个足够安静的空间。真是没想到，照片中的人果然是你。很奇怪吗？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比一个人死而复生奇怪得多。
退步了，好久没做了。元旭，我们父子俩这么多年没见，难道你就不想跟我说点什么吗？有，只是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元旭，你怎么忘了我曾经教你做记者的守则呢？如果你想问对方很多的问题，你一定要找一个你最想知道答案的作为切入点，然后以点带面。如果你顾虑太多，反而事倍功半。何不如我们在此做一场采访，来填补我们这么多年的空缺和你所有的疑问呢？来吧，准备好你的采访了吗？照片上的这个男人叫童宇，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搭档。在之前一次解救跳楼轻生者的过程中，他被人推了下去。我想知道推他那个人是谁，为什么会这样做？不愧是我的孩子，果然切中要害。我还以为你第一个问题是要问我怎么死而复生，为什么又出现在你面前？我们的时间足够用，所以那些问题我迟早会问出来。为什么想到这个问题？因为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童宇的死开始的。没错，是个好问题。我要怎么回答你呢？这位童记者是被我从楼上推下去的。哎，兄弟，别乱来，千万别做傻事啊！你冷静。你有什么事儿，你可以跟我说。我是记者，我可以帮你。千万别做傻事，别走了。小子，对不起了，谁让你多管闲事儿？那个跳楼的人是谁？我想他的身份你也该清楚了吧？李东灿。那你为什么杀害童宇？当时这个童记者如果把李东灿救下来的话，一旦把他送到医院，我们的计划就败露了。所以李东灿跳楼也是你设计的？当然。为什么要杀他？孩子，这个问题的答案太长，也不符合逻辑。我们还是换一个问题吧。第三频道，第三视角。元旭，你到底想干什么呢？你跟袁振霞到底是什么关系？王总，我有重要的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我想我们有必要见一面。好，我准时到。
你在完美生物工作，对吗？是。但是确切的说，不是我在给他工作，是他在为了我。那你工作的内容是什么？研究病毒。研究病毒？什么目的？还能有什么？名誉、金钱、财富，还有地位。怎么做？感染人群，然后在最关键的时刻拿出解药，在博取赞扬中谋取巨大的财富。你确定有解药？孩子，你记住，只有制毒者才有解药。在你死亡，或者是在你消失之前，你一直都是一名战地记者，怎么就突然开始研究病毒了呢？时间让我改变了很多，也改变了很多事情。何况我做记者的时候，也救了许多人，所以对于医学还算精通一些吧。为什么选择研究病毒？因为在我消失的那段时间里，我觉得世界并不干净，许多所谓的希望，就像肥皂泡，尚未破灭而已。当你的肥皂泡和你的希望破灭了，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充满着黑暗。于是你就想要充当救世主的角色？不。你把我想的也太没有格局了。我袁占侠绝对不会和奸商在一起合作，我有我的规划和我的理想。我觉得你变了。是时间改变了许多人，也改变了许多事。那你现在可以都告诉我了吗？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怎么会还活着？进来。王总好。说有什么事情要向我汇报啊？哦，王总，这个人您认识吗？看着有点眼熟，不过想不起来是谁。他叫袁旭，是咱们市电视台第3视角的新闻记者。那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袁振霞离开基地之后，我收拾房间的时候发现了这张照片。你说这个袁旭有问题？我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袁旭的照片会出现在袁振霞的办公室里，而且2个人都姓袁？他的身份也比较敏感，要是让他万一知道我们集团的计划，很有可能功亏一篑，防人之心不可无啊。那王总，这个袁旭我们要怎么解决？这样，你先详细的了解一下他的情况，然后找机会接近他，看看能不能从中挖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最后发现他真的跟我们的计划有关系，怎么办？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做掉他。
对了，做好准备，我们的计划已经进入倒计时。明白。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你原来不是这样的。你说呀。那段视频你看了吧？看过了。难道那段视频也是假的？那段视频是真的，但是我没有死。你没有死？是的，当时我很幸运。那个枪手的枪法很糟糕，他的子弹偏了那么一点儿。当时我并没有死，但是他们都以为我死了。后来我再度醒来的时候，我被装在一个袋子里，隐约中我感觉自己被埋了起来，但根据我身上土壤的重量，我感觉埋的不是很深。我从袋子里等了一会儿，估计他们离开了，我就爬出了袋子，从土里钻出来。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给自己做了手术，取出那颗子弹。既然你没有死，你为什么不回来找我？你知道为了走出你死亡带给我的阴影，我付出了多大努力吗？可你呢，却一直在骗我。你告诉我，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其实很多事情是我们根本想象不到的。你知道我为什么又回那个村子吗？为什么会被抓走？想害我的人到底是谁？我知道，他们都告诉我了。你当时接到了当地村民的线索，说那个村庄正在被反政府武装屠杀，所以你就只身一人赶了过去，希望可以报道暴徒们的暴行，从而引起社会的关注，借助外力支持战争。没错。但是整个事件其实就是一场骗局。小旭，这封信是你走的时候我偷偷放在你箱子里的。爸爸不善于表达，你走的时候爸爸也不知道该和你说什么。记住，一定要坚持你的梦想。你永远是我袁占侠的好儿子，傅占侠。你好，吉贝克。记得，当然记得，我还采访过你。你们村被反政府军屠杀，你马上找个安全地方躲起来，等我回去找你。这个叫西贝克的村民，我们认识。有一次在采访当中，我救过他的孩子，后来给他留了一些粮食和药品。我很信任他。我在去赶往他们村庄的时候，
遭到了埋伏。谁 wake？ 谁 wake？ 谁 wake？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被绑了起来，在一个封闭的屋子里。后来，你就知道了。他们向你开了枪。是。那这么说，反政府武装埋伏在村子里，就是为了要杀你？起初，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报道了他们那么多罪行，被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况且他们也知道，我的报道一旦引起国际社会的反应，并派遣维和部队来进驻，他们这帮人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但是后来我却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想杀我的人根本就不是反政府武装暴徒。什么？你不要忘了，我虽然没有死，但是他们却认为我死了。就在我被装袋子准备埋的时候，我听到他们的谈话。元旭，以你的聪明才智，你猜猜看，应该是谁干的？你想想，在非洲那么小的国家，以政府军的装备与数量，想要围剿反政府武装，真的是易如反掌。但为什么这么多年，反政府武装没有被围剿，反而却越来越强大呢？是政府。当时国内的政局很混乱，如果没有战争的话，政权很难得到稳固，所以战争其实就是转移国内矛盾的。他们千方百计的想要杀掉你，也是因为一直以来你的报道都是在呼吁停止战争，呼吁国际社会的干预。那么你为什么要实施你的恐怖计划？为了复仇？当然不是。你还是听我继续往下说吧。接下来，我从被埋的地方爬出来，我当时心里没有恨过谁，我只想着这件事儿，既然是政府军所为，那么他们一定监听了我的电话，在这里设下了埋伏。那么最危险的，应该是给我提供线索的那个村民希维克。于是我就去找他，但是从他的口中，我却知道了另一个真相。曾经的袁战侠是一位具备着强烈正义感的男人，他心中最大的理想就是消除战争，避免普通的民众受到伤害。是呀，在每一场战争中，其实最为苦难的就是百姓了。我这里呢有一份近年来战争中平民受到伤害数量的不完全统计。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平民的死亡人数是65万，造成难民480万。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平民死亡人数5000多人。虽然近年来的战争中参战各方都在避免对百姓的伤害，但是战争对于百姓不仅仅是死亡的威胁，在战火中不计其数的人失去家园，失去亲人，他们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战争对于他们更是一种折磨。那么曾经一心为了帮助他人而不顾个人安危的袁战侠，现在怎么了？究竟是什么彻底改变了他呢？